在结束了3天2晚的行程之后呢，我就要离开登嘉楼州，前往彭亨州的首府关丹。瓜拉登嘉楼是一个让人非常愉悦、非常舒服的城市，但是再好的地方也没有让我忘记，我现在还是处于环整个西马半岛的摩旅的行程之中。于是今天一大早呢，我又再次出发了。今天一早要准备离开登嘉楼了啊，然后来吃一下登嘉楼的特色美食 Nasi Dagang 其实是糯米饭版的椰浆饭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啊，不知道理解对不对。这家店呢不是这里有名的网红店，但是呢评价也非常不错，叫做 Nasi Dagang Vintage， 是一个路边的小摊罢了，但生意还是非常的好，我就排队排起来了。这个 Nasi Dagang 非常好吃，可以理解成香甜版的椰浆饭，但酱料不像椰浆饭这么辣，比较偏甜，有的炸鸡炸得非常香脆，人当牛肉也非常 OK， 不错不错，登嘉楼的特色美食。导航软件呢显示，从瓜拉登嘉楼到关丹的路程呢，只需要3到4个小时。但是呢，我规划了一下今天1天的行程，发现路上呢有非常多值得我停留下来慢慢欣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呢3个小时是绝对不够的。再见了，登嘉楼！今天我们行驶的呢也是一条沿着海边的海景公路，和那天从贝苏特到瓜拉登嘉楼的那条海边公路比起来，它的美丽程度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要到的第一个地方呢，叫做 Pantai Machang，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沙滩。登嘉楼去往龙运和关丹的路上有很多沙滩啊，这是第一个。这个沙滩呢，由一个内湖和外面的海组成。哇，我觉得这些沙滩，你说呢？作为特地作为旅游地来一下呢，好像貌似也不是很值得。但是像我这样要驾车、驾摩托赶路的呢，作为路中间的休息站呢，其实是非常舒服的。骑车骑累了，停下来看一下碧蓝的大海，哇，还有比这更疗愈的吗？呼呼！比起外面的沙滩啊，这个内湖其实也很漂亮。因为这种沙滩和海呢，在马来西亚已经都到处可见了，但是这样的在沙滩里边还有一个内湖的这种情况呢，比较少。有山又有海还有湖啊，所以说它这个沙滩相当于是一个细长型的，比较有趣啊。就如视频里所见，要到达这个沙滩，首先我们先要穿越一条跨越整个内湖的浮桥。那么这条浮桥呢还相当的长，除了行人跟摩托车之外呢，汽车是无法通过的，所以这也算是给我们摩托骑士的一个特权吧。离开了潘泰姆唱以后呢，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就是登嘉楼州的另一个城市，叫做龙运。今天我的行程前一半在登嘉楼州内行驶，后一半呢在彭亨州内行驶。那么库拉敦艮，中文叫做龙运，也是在登嘉楼境内的最后一个大城市了。说起龙运这座城市，我们会想到的就是海鲜、海景和海港码头。说起海景的美丽程度，它丝毫不输给瓜拉登嘉楼。和瓜拉登嘉楼一样，在进入主城区之前，我们都要跨越一条长长的大桥。和瓜拉登嘉楼的升降大桥比起来，这座大桥虽然不是那么雄伟和大气，但是它的海景的美丽程度还是让我不由得连连赞叹。过了这座大桥嘞，就是库拉敦艮，就是龙运。龙运呢，也是登嘉楼州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海边的小城市。还没进城，在大桥上就已经让我赞不绝口了啊！真漂亮。
的小镇啊，这好像也是一个华人居住的地方。有点像台湾的那个鹿港啊。这里还有一所华文学校，叫光华学校。前方就是海，漂亮的地方。评价一座海滨城市对游客的友好程度，一个重要的标准呢，我认为就是那些沙滩和美景是否容易到达。就这个标准而言呢，龙运是遥遥领先的。从龙运的主城区价摩多到海边的沙滩，只要5分钟就到了。当你驾车驾累了呢，在东海岸，你随便停下来就可以找到一片美丽的沙滩，然后停下来享受着无敌的海景。你都不用刻意去找什么哪个沙滩漂亮，哪个沙滩美，只要你愿意停下来，你就可以享受这碧海蓝天。哇，这就是西马东海岸的绝妙之处啊！和那天我们从贝舒特到瓜拉登加楼的海景公路一样，当我离开龙运再次出发时，踏上的这条公路，前面呢有非常长的一段还是紧贴着海边行驶。当您举手向左边眺望，你就会发现碧海蓝天离你就只有咫尺之遥。每当行驶在这样的路段呢，我就希望今天的行程可以无限的延长，而不是非常快的就到达目的地。这种阶段和这种感受呢，是我整个目旅中最美妙的时刻。美好的事物总是那么美妙，但也短暂。在龙运的海景公路行驶了20多分钟之后，我们就绕回了公路主路。这也提醒我呢，我现在进入了一个叫做北加的小镇境内。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小镇呢，对整个马来西亚，尤其是马来西亚的经济而言呢，是非常重要的。在登嘉楼和彭亨的边境附近呢，有2个小镇，北加和居查。当你穿越这2个小镇时，你会发现公路两旁都是连片高耸的炼焦炉和成堆大型的储油罐。这2个小镇里浓浓的石化工业的厚重感，在提醒你已经进入了马来西亚石油工业的心脏区域。这个地方叫北加还是叫简替还是肯替啊？我不是很清楚啊，待会儿看下地图就知道了。马来西亚的石油工业重镇啊，这里的这个小镇上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些炼油厂存在的。其实刚才我快进入这个小镇的时候，就发现路边有很多的人都穿着那些墨绿色或者黑色的制服，后来想起来，这些人应该都是炼油厂的工人。如果说石油是马来西亚这个东南亚国家的黑色血液的话呢，那么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是黑色血液的心脏。马来西亚之所以经济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比较好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它有大量的原油储备和石油产出。那么这个地方帕卡这个地方跟加泰这个地方呢，就是马来西亚的炼油厂的集中地。我们熟悉的国油啊、嘉德士啊，甚至一些外国企业在这里都有设厂。水路两边呢，全都是这种炼油厂。
在国油炼油厂的小镇所在的地方的加油站的这个国油是不是特别纯正、特别醇厚呢？就相当于到茅台镇上去喝茅台的感觉一样。那我在这个国油炼油厂边上的这个加油站呢，给我的摩托加一个油啊，便宜了我屁股下这家伙了。经常有人说登嘉楼贫穷落后，我其他先不提，我只想问他们是否知道，整个马来西亚经济所仰仗的石油工业的核心区域就在我们登嘉楼。离开了工业氛围浓厚的北加河居茶，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呢，又是一个美丽奇特的海滩，叫做Pantai Pantai Kamasi， 真是一个好地方。这路上如果老是都是这样的这种美景的话，这是严重影响我赶路啊！哇，上面是老鹰哎！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到关丹啊？关键是他们在这些美景的边上都会放一个食档，就忍不住点点吃的，点点咖啡什么的，然后一坐就又是1-2个小时。本来预计的3个小时可以赶完的路，我现在都已经走了快4-5个小时，走了还没有走完2/3，现在大概只刚过一半而已。累倒是一点不累，就是耽误时间了。3块钱买一杯椰子水，就可以享用无敌海景了。哦，这个地方叫做恰拉丁，环泰恰拉丁。它的特点呢，就是碧蓝的大海中呢，有很多奇石伫立在海中间。我们看一下哦。一望无际、波平如镜的海面固然美丽，但如果在这碧蓝的海面上点缀有一块一块的嶙峋奇石，那这片海给人的印象呢就更为深刻。Pantai Kamasi呢，就是这么一片独一无二的海。一般的海景给人的感觉呢是宁静、大气、辽阔，但Pantai Kamasi呢，给人一种魔幻的、神奇的、瑞士天宫造物的联想感，让我不由得在这个神奇的海滩上呢停留了将近1个半小时。我注意了一下时间，这时已经是下午2点了，可我连一半的路程还没完成，此时呢仍旧还在登嘉楼境内，于是我赶紧跨上摩托，继续前往关丹的旅程。可正当我打住精神想尽快赶路，骑了不到10分钟之后呢，我又停了下来。I wanna rock and roll all night. I want it every day. I wanna rock and roll all night. 没办法了，看到漂亮的地方就要停下来。哇，这海的蓝色跟天空的颜色，就太卡通了吧？就感觉不像是真实世界里边可以有的这种海的颜色。我现在终于知道新海诚他那个电影里边那种色彩跟那种云朵是怎么画出来的了。其实并不是他凭空捏造的，说不定新海诚导演也来过这边哦。Selamat Malam, Terima kasih。这个碑界呢，其实是登嘉楼州向所有的旅客表示感谢你来登嘉楼，下次再见。那么就意味着呢，过了这个界碑呢，后面呢就是彭亨州了。OK， 后面就是彭亨州。进入彭亨州以后的第一个沙滩啊，恰拉丁沙滩 ，Pantai恰拉丁。哇，这个沙滩绵延也好几公里长，关键是这个沙滩上非常干净，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垃圾，维护得非常好，而且也没有游客啊。
不好意思，我把没有垃圾跟没有游客两个标准放在一起，听起来有点奇怪啊。往前再开3公里左右呢，这个地方也叫奇拉丁沙滩，和刚才那个比较冷清的，但是没有什么游客的沙滩比起来呢，这个地方就热闹得多了。然后也有很多的度假村、酒店呢什么的。虽然两个地方都叫奇拉丁沙滩，但是两个地方的氛围完全不一样，这个明显热闹很多。海的对面可以隐隐约看到关丹的市区了，已经。我们这里离关丹也很近了。说起马来西亚著名的东海岸海景公路，若要推荐一个美景最集中的区域呢，大部分人都会想到登嘉楼。但当我越过州界进入彭亨州，我才发现这里的海景公路的美丽程度丝毫不输前者。同时由于游客呢并没有登嘉楼这么多，所以游玩或者度假的体验应该会更好。可能是因为马来西亚最长的长假开斋节已经结束，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呢都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只有我这个游手好闲的中国人还在马来西亚的东海岸漫步徜徉。但这也给了我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空间和更平静的心态来体会这片海乃至这个国家的美。当我再次驾上摩托离开奇拉丁沙滩，脚下的路呢，也由原来的海边沙滩小道变成了宽广的高速公路，这也预示我离关丹市区越来越近了。终于没过多久，路两边的建筑开始鳞次栉比，而在建筑的背后，那个高耸入云的关丹塔预示着我们已经来到了关丹的市中心。实话实说，以前我对彭亨州包括关丹这座城市的了解基本为零。那今天既然我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让我好好体会一下关丹这座城市。晚上买一个汉堡吃，边上还有一家唱片店，在卖一些 Beatles 啊，一些老摇滚。然后老摇滚唱片店隔壁呢，是一个做西餐快餐小点心的一家店。关丹这个地方还是很有腔调的啊。当天晚上关丹给我的第一印象呢非常美好，那么后面几天呢，我将探索一下这座我以前一无所知的城市。请大家关注我的铁马华马第9集，谢谢。